大家好，我是小 S， 欢迎来到 S 频道。你相信人在睡觉的时候会离奇的消失吗？前一秒还躺在自己家的床上，后一秒却到了遥远的陌生城市。在中国便发生过一次如此诡异的事件。1977年7月26日，河北肥乡县北高村21岁的年轻农民黄艳秋领了结婚证，盖了新房，准备明天正式举行婚礼。就在结婚的前一个晚上，他却神秘地失踪了。人们四处的寻找，仍然没有找到。没想到在10天后，村庄收到一份电报，新郎并没有逃婚，而是去了上海。那个年代交通不发达，一个晚上的时间从河北到了千里之外的上海，这对所有人都是一件不可完成的事件，甚至是天方夜谭。那么村委会接到了这封电报，电文呢是这样写的：新在黄艳秋在上海蒙自路检送站收留，请确认。电报派发时间是1977年7月28日。黄艳秋被村民从上海接回家后，昏迷了整整的1周，意识才慢慢的清醒。清醒后的黄艳秋讲述了自己那天发生了什么。在节目开始之前，亲爱的朋友们，别忘了点击下面的订阅小按钮，同时也别忘了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我在TV更新时就会第一时间的通知你。接下来我们把时间推回到1977年7月27日，听听黄艳秋讲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。婚礼的前一天，黄艳秋正准备婚礼，突然感到身体疲惫，就躺在床上，一下子就睡死过去。27日早晨，她醒过来，发现自己睡在一个完全不熟悉的地方，睡在一个马路上，不由大吃一惊。只见高楼林立，身边还有一个小包裹，包里是她的衣服。这黄艳秋想啊，这些衣服平时是放在母亲的房中，那时母亲已经睡了，关了门，可醒后这些衣服怎么会集中这包裹里呢？而且还和自己一起飞到了这自己不熟悉的异乡。黄艳秋巡视四周，看到许多招牌上都写着南京市某某商店、南京市某某旅馆等。他定了定神，掐了自己一下，很疼，证明不是幻觉，不是做梦。仔细问路过的人，人说这是南京市中心。这黄艳秋突然慌了神，南京距家乡2000多公里，我是怎么来到这里的？我怎么回家呀？怎么办呢？惊恐中，黄艳秋哭了。就在这时，走过2个交警模样的人，对黄艳秋略加盘问后，给了她1张火车票，说南京到上海的火车就要开车了，让他马上到上海去，说那里有检送站，能和家乡取得联系。他们要他先走，声称随后他们也去，吩咐黄艳秋到上海下车后到车站派出所找他们。就这样，黄艳秋上了开往上海的列车，到了上海，找到车站的派出所，没想到2个交警已经在派出所门口等着黄艳秋了。不知他们乘坐什么比火车还快，2个交警把黄艳秋送到遣送站，一
一连串奇怪的事叫黄燕秋大惑不解。他把事情从头到尾重新捋了一下。27日晚上9点多，在河北新房睡下，到南京醒来，我是怎么到这里来的？回头再说，这村委会接到电报，把黄燕秋领回家后，他整整昏迷了1周。这村民就炸开了锅，黄燕秋到底乘坐了什么现代化的工具到达上海的？那里距离村里2000多公里，当时需要48小时，可是黄燕秋1个晚上就到了那里。事情过后，黄燕秋没有太多的纠结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。而2个月后，这样的事情再一次发生了，黄燕秋再一次失踪了。就在消失之后，他们家的墙上竟然出现了一行刻字：山东省高登临高燕京，放心。这似乎是在告诉村民让他们放心的意思吧。可是他们却怎么也找不到是谁在墙上刻的字呢？这是否就是黄燕秋这次离奇消失去向的地址呢？这一次，黄燕秋漂移到了东北的高村，通过一个不认识的人叫高海山的指点，他才能回到家中。这一次，他害怕了，担心自己哪天又突然在睡梦中漂移到不知道的地方。他的妻子更是害怕，还因此跟他离了婚。村里的人更认为他是个异类，而从此疏远他。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，黄燕秋出现第3次漂移，同样也是那天晚上，他身心疲惫，很快就睡死了。睡醒后，就有2个不知道是谁的人带着他从兰州市出发，去游览很多地方。他们不用乘坐汽车、火车、飞机等任何交通工具，他们共同游历了9天，9个不同城市。每到一个地方，都会在当地留宿，吃饭也是在当地的餐馆里。期间不知道姓名的2个人不给黄燕秋任何逃离的机会，也不允许黄燕秋做任何的标记和带走任何东西。这2个会飞的人第10天就带黄燕秋回到他的家乡河北。黄燕秋接二连三的失踪，给他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困扰，让他的生活彻底的被打乱。对于黄燕秋的消失，黄燕秋竟然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。2020年，他的事情引起了中国 UFO 理事会的关注，并展开了一系列的调查，找到催眠大师为黄燕秋进行催眠。在催眠的过程中，说出来有2个男人带他一起到了全国各地。后来听说，这2名男子就是科学家们苦苦寻找的外星人。关于黄燕秋事件，几十年过去了，事情也没有进一步的科学解释。有人说，当年的黄燕秋是乘坐了时空穿越机器；有人说，当年黄燕秋被外星人绑架了；有人说，一切都是黄燕秋内心的臆想。观众朋友们，不知道大家怎么看？你觉得当年的黄燕秋究竟是患上了梦游症，还是被外星人给绑架了呢？欢迎留言讨论。节目的最后，喜欢我频道的朋友记得点击订阅解密频道，也别忘了打开频道的小铃铛。下期见，拜拜。